大家好，我是叔，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恐怖灵异故事，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这是我的奶奶讲给我的故事。奶奶年轻的时候，农村里还是实行的集体生产的劳动方式，就是把整个村子的人组织在一起，统一劳动，积攒工分，然后通过工分去兑换想要的生活用品。换句话说，工分就是那个时候的货币。但是平时的伙食是村上生产大队包了的，集体伙食，大锅饭的质和量可想而知。我爸那时候还小，常常吃不饱。我奶奶看这孩子实在是饿，就动了点歪心思，趁着夜深人静去菜地里偷点菜回来。但是他胆子小，于是乎又拉了一个很熟的伙伴，相约半夜去菜地。根据奶奶的描述，那天晚上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他俩偷偷摸摸地溜进了菜地，趁着月光依稀看得见菜地里的菜，左右无人，他俩就开始往背篓里装东西。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奶奶发现菜地中央有一坨黑漆漆的东西，看样子有1人多高，像个草垛子。那天的月光大概是能看到点东西的，但是那个黑团黑的却只剩下一个轮廓。而当2个人注意到这个黑团的时候，黑团开始发出嘿嘿嘿的怪笑。当时奶奶他们2人吓傻了，连滚带爬的跑回住所。因为是去偷菜，他俩也不敢到处问那晚菜地里碰到的奇怪生物究竟是什么。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灵异事件。我爷爷在我13岁时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当年冬天快过年时候去世的。在我过完这个年之后，我们家在镇上买了新的房子，做了入伙仪式，此前爷爷都没来过。14岁过年前的1个月，我当时躺在床上，突然就听到旁边有熟悉的呼噜声。我仔细一听，发现这明明就是爷爷的声音。我当时就吓得打开了灯，但是奇怪的是，灯一打开，声音就没了。我以为是幻听了，没在意，然后关灯睡觉。可一关灯，声音又来了，一呼一吸。接着我又打开了灯，同样的声音又没了，关了还来，吓得我赶紧跑到我爸妈的房间，说房子闹鬼。我爸说新房子怎么会有，快回去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后来我回老家就和奶奶提起了这件事儿。奶奶说爷爷走的那段时间，每天夜里那个床都会摇，因为爷爷生前肾不好，尿多，老是半夜要去上厕所。龟说这个故事是我发小的爸爸讲给我们的。那会儿应该是40年前，也就是差不多1981年的时候。村里呢有时候会来放电影，因为是在户外，所以一般都是晚上来放。那天看完电影后，他爸爸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他发现身后有个人跟着他。他一开始没怎么在意，只以为是一个路人顺路而已吧。但是怪事就发生了，他发现他走慢了，那个人也走慢，他走快了，那个人也跟着就快了。而当他停在原地，那个人也诡异地停了下来，就好像是跟他刻意保持距离一样。他回头朝向那个人，问那个人你是谁，但是那个人根本就不回话。他爸爸看不清对方的脸，就追了上去，那个人也开始跑，之后是跑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然后他也跟进去了，但是那个人却消失不见了。后来他爸爸问那户人家有没有见到一个人进来，可他们都说没有。那个时候是周五，小学下课很早，所以我约了2个同学小 A 和小 B 去公园玩。我们这边的公园是沿着河建的，当时刚好赶上了河水的退潮，以至于那边留下了一片的沙滩。那沙滩上有很多的小水坑，我对摸罗打蟹很是在行，就带着他们在那水坑那边摸索起来。不一会儿抓到了很多的小鱼小虾，想带回去的时候才想起来没有东西装走，就开始到处的找袋子。而那个时候河流基本都建有排污口，所以在沙滩上找几个袋子
轻而易举。过了一会儿，小 A 呢提着袋子走了过来，而那个袋子很明显能看出来鼓鼓的，里面好像装着什么东西。小 A 说，这里面装的好像是肉，你看这袋子还要不要用啊？说完他打开了袋子，我们3个人都往里面看了一眼，可里面的东西让我永生难忘。袋子里是一个婴儿的尸体，能看出白色的肋骨和那个手臂和小手，当时我们都吓得不轻，我只好稳定他们的情绪，说这应该是别人不要的小羊崽吧，顺着河流飘下来了，很正常的吧。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总之呢，就是把那袋东西一丢，大家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那天晚上回家后异常的困，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半夜突然醒来，也不知道是几点，除了空调显示的数字灯光之外，周围一片黑暗。接着就听到了一种怪叫，长小刺激，又像是小孩子的哭声，夹杂在一起。当时我比较胆小，用被子包住了头，把脸露出来，对着墙壁，在恐惧中稀里糊涂地睡着了。在上学后看见了小 A 和小 B， 他们也说听到了那种恐怖的声音。我们也怀疑过会不会是野猫发出的叫声呢，可当晚3个人都听到过，也太巧了吧。我出生在一个3线城市的市区，但当时家里并不富裕，我是在周边的县区上的学。2014年的某天，我和其他3位朋友从周边的县区去市中区吃一家口味很好的烧烤。当时已经是半夜了，朋友之中呢有个叫楠姐的，是她开车带我们去市中区。楠姐坐在驾驶座，我和其他的2个人呢都坐在后排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偏僻荒凉的小道，这条路旁边呢是一个火葬场，但考虑到我的3个朋友都是从这个县区长大的，对这附近都熟悉得很，而且这条路程也很短，我们呢也就没什么顾虑了。开着开着，楠姐突然停了下来，我们3个人一开始很奇怪，但也没多想。我开玩笑说，楠姐怎么停车了？迷路了吗？就你这还好意思说在这儿生活了20多年呢？另外2个朋友也随着附和道，当年就你最野，按理说你得比我们更熟悉路，要不我坐副驾驶给你指路去？楠姐说，不用，你们接着聊，我烟也上来了，抽根烟再走，反正不着急。说罢把远光灯关上，调成了近光，点了一根烟抽。当时呢我们也没怎么在意，继续聊着天。等楠姐抽完了烟，她又打开了远光灯，对我们说要出发了。到了市中区以后，我们在烧烤店落座，点了些串。期间呢楠姐只是抽烟，问她吃点什么串，她只说不吃了，你们先坐，我有件事要跟你们讲。很严肃，知道刚才为什么停在那边吗？你们想想，我土生土长，这条路走过多少遍了，能不认识路吗？我以前都是白天从那儿走，今天是我头一次走夜路，我估计是撞上什么脏东西了。刚才路上有一个路牌，路牌下面有一个白衣服长头发的人，我第一次路过时也没怎么在意，但是第2次路过时，我心里就有点发毛了。平时我们早该到了，但是刚才我就感觉这路特别长，没有头一样。然后刚才我第3次远远地看见他了，就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知道遇到鬼打墙了，我就停在那儿，关上远光，抽了根烟。讲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已经做好了在那里等到天亮的准备。而我们3人听完后背发凉，也难怪楠姐当时没告诉我们。楠姐抽完烟，那个人就消失了。好了，听完这些离奇经历，如果你身边也发生过诡异事件，或者长辈和朋友讲给你的无法解释的故事，可以私信鬼叔，被选中的故事将出现在下一次的怪谈协会系列。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伙伴，欢迎关注鬼叔，一键3连就是对鬼叔最大的支持。本期结束，下期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鬼叔。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恐怖灵异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
这是父亲讲给我们的故事。小时候夏天睡不着，父亲会跟我和姐姐说他小时候的事情。他说他小的那会儿，村里会组织安排集体到村头看电影，但是每次都要有人守家，不然会有小偷的。父亲有一次就被留下来守家了。当时农村的房子只有一间房，厨房和卧室都是在一起的。父亲早早的就困了，由于害怕呢，就点着煤油灯睡觉。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厨房有吃东西的声音，朦胧的睁开眼睛，看到一个老太太在抓罐子里的咸菜吃，而另一个老头则吃着墙角的玻璃渣。父亲当时年龄小，做事不考虑后果，拿起扫帚就去打老头。只见扫帚打过去，老头的身体不见了，只剩下个头在空中飞，边飞边笑。老太太转过身看着我父亲也在笑。后来我父亲说他头一阵发昏，就睡过去了。醒来后，我奶奶问他怎么在地上睡觉，我父亲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跟我奶奶说了。奶奶听后脸色一沉，一句话都没说，就让父亲去睡觉了，自己则拿了点黄纸和冥币出去烧了。第二天我父亲才知道，隔壁村的一对老人被儿女遗弃，在家活活饿死了。这个故事听完后，我妈呢还说了我爸几句，说他大晚上的跟孩子讲这些，还说这是我爸编的故事。我爸什么也没说，到阳台抽了一根烟。贵叔，在2019年的时候，我上初中，为了让我初中3年好好学习，父母和姥姥姥爷决定一家人去青海玩。在定边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就住在了一个快捷酒店。可当时只剩下走廊尽头最靠边的2个房间，301和302，房间门对门。我和姥姥姥爷住一个房间，父母妹妹一起住一个房间。姥姥姥爷出去旅行有开厕所灯的习惯，当晚就感觉睡着了，却没完全睡着，莫名的烦躁，厕所也不知道谁一直在冲水，梦里还迷迷糊糊的听到姥爷在说点什么。第二天起来之后，感觉特别的疲惫，而姥爷开车的时候还差点睡着。回家之后，我的症状倒没有什么了，但我姥爷却怎么也睡不踏实。刚开始呢，枕头底下放剪刀还似乎有些效果，但3天之后就又睡不着了。姥姥拿了一把金戒烧掉，撒了撒，还用手指在姥爷的手上画了些什么。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没事了。15年的时候，小区楼下门口的路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塌裂了。那时候 QQ 玩的比较多，就想发空间来吐槽一下，就拍了一张裂缝的照片。回家后准备发空间了，放大照片，裂缝里似乎露出了一张水泥色的人脸，有明显的脸部轮廓和鼻子、眼睛的。当时我非常害怕，因为经常看灵异事件，就脑补了很多恐怖的画面，比如地下有人被水泥封死什么的，每次路过都头皮发麻，不敢看那条缝。再后来，小区的人向社区反映了地面有缝的事情，社区就叫人把地面给填好了，还加了排水口，但后来哪怕下小雨也会积水，怎么也下不去。而我天黑下楼散步，也再也不敢往排水口看了。6年过去了，一直都有阴影。后来我换了手机，只留下了 QQ 空间那天的说说，但是看不了当时的原图。评论里的朋友也说看到了那张模糊的人脸。记得那是我上小学4年级发生的事儿。我们家呢是那种老式的小区，楼下的院子里有很多的流浪猫。那天是周3，我和往常一样，在家吃过早餐后就去上学了，是老爸送我。我到楼下后，我爸便和我说，院子里的一只流浪猫被车碾死了，还指了指位置。我顺着老爸指的方向看了过去，发现那只猫死相很惨。看完之后，心里有些许的难过，就去了学校。然而怪事在第2天发生了。我下楼后发现被车碾死的那只猫正完好无损地蹲在院子里的花坛边看着我。我一边看着它一边走，心里也很是奇怪，这只猫昨天不是死了吗？怎么今天又出现了？那天晚上
我回家和爸妈说了这件事儿，但他们都不相信。也是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只猫了。鬼叔，我想投稿一个在我爸爸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家是住在湖南的山区，学校离家很远，当时家里面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就没有让爸爸住宿。爸爸每天晚上7点多下课，要走回到家里，到家已经是晚上的11点多了。因为爸爸的胆子很大，所以他总是一个人慢悠悠地溜回家去。但是有一次，他晚上到家的时候，老家的土房子堂屋和卧室离得远，所以爸爸就不从大门进去，而是从侧门进去。巧的是，老房子对面就是一座山，在爸爸进门的时候，朝山的那边看了一眼，就是这一眼出了祸端，他看见有一团鬼火在那里飘，深绿色的。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一片草地上。爸爸很慌忙的就跑，后来摔了一跤，就不省人事了。第二天被山上砍柴的看见，带去了诊所，发现爸爸的腿已经骨折了。我比较疑惑的是，爸爸为什么会看到鬼火，就好像是被传送了一样。爸爸对此也很不解，他明明记得已经到家了。后来爷爷奶奶也说，半夜的时候听见侧门开了，但是起来的时候门也已经锁好了。鬼叔，这是我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件事情。那会儿还是小学4年级，有一天爸爸因为要和朋友们去打麻将，但是又不想把我、妹妹还有妈妈丢在家里，就把我们3个也都带着，然后租了一间带有麻将桌的旅馆房间。那个房间就在楼梯口，打开房门是麻将间，再往里走就是睡觉的卧室了。但是当时不知怎么的，我一进房间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和妈妈说想要回家了。我爸妈当时以为我是无聊了，就让我玩一玩房间里的电脑。就这样，我爸爸和朋友打麻将到深夜就散了。我呢，年纪还小，提前就睡了。但是第二天，我听到爸爸早上就和我妈抱怨，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好像是遇到鬼压床了。他说晚上看到了一个没有头的东西从卧室的房门里钻出来，之后一直压在他身上。老爸说他当时想动，却怎么也动不了。这件事儿我妈可以证实，因为她在晚上感觉到我爸爸一直在出汗，也正如此，妈妈没有睡着，也就没有做噩梦了。更诡异的是，当天晚上和我爸打麻将的3个朋友，一个住在旅馆的隔壁房间，晚上他梦到有人偷偷从窗帘后面探出头来，就这么一直盯着他，吓得他一晚上都开着灯睡觉。另一位朋友回家睡的觉，说是梦到了一处墓地，墓地里突然冒出了很多的黑猫，一直追着他跑。而另一位没有做噩梦的朋友，那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戴着大金链子的，听说金子是阳气很足的东西，能辟邪。而我和妹妹可能是因为年纪小，阳气重吧。好了，听完这些离奇经历，如果你身边也发生过诡异事件，或者长辈和朋友讲给你的无法解释的故事，可以私信鬼叔，被选中的故事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怪谈协会系列当中。喜欢这个视频小伙伴欢迎关注鬼叔，一键3连就是对鬼叔最大的支持。本期结束，下期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鬼叔。有粉丝在评论区留言问，鬼叔你是不是灵异体质？咋这么多离奇怪异的经历？这个事情确实离奇。在故事里可男可女，鬼叔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资。鬼屡见，然无不色。鬼大哭，神思恍惚，伏地败去。自此怪遂绝。其实啊，这些离奇怪异的经历都是大家私信鬼叔的，是粉丝遇到的怪事集合。鬼叔以第一人称讲述，对于这些经历，大家当故事分享讨论即可。准备好害怕的，可以弹幕里扣个1，不怕的扣个就这。鬼叔，在我身上发生过一连串的诡异事件。第一件事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爸妈都加夜班回不来，那天我回家很晚，站在楼梯口的我莫名的感觉很心慌，就想给妈妈打电话报个平安聊聊天。没想到电话另一头听到阿姨说，这里是120急救中心。我整个人都懵了，
怯怯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打错了。可挂电话的时候仍然显示的是我妈的手机号。回到家以后，我就打开了我爸的电脑玩游戏，想要平复心情。没想到就玩了一会儿，我的腿碰到机箱的时候，突然一下整个显示器就黑屏了。后来得知是显示器烧了，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害怕了，但还是克制自己不要多想，就去玩我妈的电脑。但是手刚一碰到音响，音响也坏了。当时家里养了一条小狗叫罗罗，狗狗呢跟我很亲，我就去抱它，想缓解这种恐怖的氛围。可就在我抱住它想要帮它撸毛的时候，罗罗死命地从我怀里跳了出去，一直在冲着我叫。我在想靠近它的时候，它就往后退想跑。那个时候我再也绷不住了，打开家里所有的灯，跑上床缩在被子里。我已经不记得那晚究竟是怎么睡着的了。第二件怪事发生在我读大学期间。我灵感很强，偶尔会借助塔罗牌占卜看看。就在一次占卜考研的过程中，发生了重大意外。那天用牌阵想要看看考取学校的未来，没想到牌阵中意思相近的两个位置，我竟然摸出了2张一模一样的牌。当时我还在想，这个牌我用了7、8年都不知道居然有2张一模一样的牌，就拍照做了留念，还告诉了闺蜜。考研之后，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儿，就想整理一下牌。可诡异的是，我再也没找到那张牌，也没找到那张照片。问起闺蜜的时候，她也说自己不记得有这件事儿。那是我上大1时候的事儿了。当时我们放暑假，亲戚在家里聚餐，然后我们一家子都去那儿喝酒了。我亲戚他们村子有个70多岁的老奶奶，她的子女都在外地，就她一个人在家。那晚她也在我亲戚家里吃饭，当时好像是晚上11点多的时候吧。我喝的有点多了，尿急的我就出门想去上个厕所，然后我看到那个老奶奶走在我前面，跟我一起走出去的。我还以为她要回家睡觉了，我就问了句：奶奶，你要回家睡觉了吗？老奶奶低着头，回也没回我，就走掉了。我上完厕所回去的时候，发现那奶奶还在家里坐着。我就问她：您刚刚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那奶奶就一脸疑惑地跟我说，她一直在这儿坐着，根本就没有出去。当时我也没多想，以为是我自己又喝多了，看错人了，也就没当回事儿。第二天早上的时候，那奶奶无缘无故的在她家里去世了。后来我跟我妈他们提起那件事儿，他们都说我应该没看错，只是当晚奶奶人还没走，魂先走了，恰巧被我看到罢了。桂叔，告诉你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在我上6年级的时候，我家开了一个小商店，因为一些原因，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面。因为贪玩，家里也没人管，所以就很晚才睡。忽然有几天凌晨左右，我家的门就有被撬锁的声音。我床边的窗户可以看到门口，可当我打开手电筒，发现门外什么都没有。这种事情一连发生了好几天。最后和父母说了，他们在门口系了一块红布，这种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刚上初中，那时候晚放学回家，学校在市中心，我家呢在东边的郊区，离得比较远，但都是大路，基本一路往东就到家了。当时有好几个同一个小区的玩伴，大家基本都是组团放学回家。可就那天不知道怎么了，中途小伙伴各种原因都走了，我自己一个人回家。我大概骑行有1个半小时吧，才奇怪到路不太对，因为回家的路是每个人最熟悉的，何况是一路往东就能到家呢？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回去的路，因为年龄小，其他的路并不熟悉。后来找了半个小时才找到正路，而我走的那条路已经拐了好几个弯了，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不过最终我还是安全的到家了。鬼叔，我说一个从我爷爷、我父亲那里一直传下来的一个亲身经历。以前我的太奶奶住在家里的老房子，一直很关心我的爷爷和父亲。
但是在1986年，太奶奶意外去世，享年92岁。听说当时下葬的时候还下着大雨。但是在太奶奶去世1年后的清明节晚上12点，狗在不停地狂吠。但让大家奇怪的是，这条狗非常的温顺，有时候即使是陌生人来了，它也不会叫。可此时这条狗却不停地叫，同时大门也发出了一些敲击声。我的爷爷打开门一看，外面没有任何人。可当关上门的时候，又发出了敲击声。我爷爷十分气愤，直接一桶水向打开的门口撒去，就去睡觉了。当天晚上，我爷爷做了一个梦，梦中下着大雨。我爷爷呢，出去要给狗喂食，结果发现院子里坐了一个人，就去询问，结果一看，发现是太奶奶。她穿的衣服和去世前的衣服是一样的。太奶奶浑身像是被水泼了一样，头发湿漉漉的，哭着说道：今天是清明节，想来看看你，结果被你们家的狗咬了，甚至也不知道被谁泼了水。之后我爷爷就突然惊醒了。结果那天晚上，我父亲也做了跟我爷同样的梦，都遇到了太奶奶，身上都是湿漉漉的，而且哭着说了相同的话。之后在每一个清明节，爷爷都会把狗拴到后院，把大门打开，一晚上都不会关门，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做过那样的梦了。鬼叔，我要投稿的是我妈讲给我听的事情。我妈小时候在村子里，有一位长辈去世了，是我妈舅舅的父亲吧。然后她就在村子里面办丧事，那时候还是土葬，后面就是埋完人之后的事儿了。我妈的舅舅家有一个孩子，和我妈差不多大，有一天在河边玩，不小心掉进河里去了，后面成功的救了上来。等把肚子里的水排出去之后，他也慢慢的醒了过来。可就是醒来之后，开始不对劲了，他感觉完全变了个人，跑回到他们家，直奔厨房，拿起一把菜刀，就对着我妈的舅舅，也就是他的父亲，一直重复一句话，好像是我好冷啊，我好冷啊。然后他父亲就感觉不对劲了，然后怎么问他也只有一句我好冷啊的回应。然后他父亲想了想，就带着很多人一起去我妈舅舅父亲的坟墓那里。结果坟墓里有一个角是塌下去的，把棺材都露了出来，棺材那盖子也露出了一条缝。随后他们赶紧把这些问题补好。回到家的时候，我妈舅舅的孩子已经在床上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正常了。可不管怎么问，都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然后当天晚上，他父亲就带着他去他爷爷的坟头烧纸。对了，这天是他爷爷的头七。好了，听完这些离奇经历，如果你身边也发生过诡异事件，或者长辈和朋友讲给你的无法解释的故事，可以私信鬼叔。被选中的故事将出现在下一次的怪谈协会系列。喜欢视频的小伙伴欢迎关注鬼叔，一键3连就是对鬼叔最大的支持。本期结束，下期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鬼叔。马上就到万圣节了，万圣节又叫诸圣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他们认为这一天各种鬼怪出没，死去人们的灵魂也会离开阴间，在世间游走，就是打破了次元壁。于是乎，人类为了吓走鬼怪，就打扮得比鬼还像鬼，堪称是全员变装，上演现实版的百鬼夜行。今天要讲述的故事都是大家投稿的真实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万圣节的晚上千万不要乱跑。事情发生在2019年10月份，那是我大学实习期的工作。当初我为了省事尽快地完成实习任务，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就职了文书工作的岗位。工厂算是在工业园里，但它是建在国道旁边的，周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一整个星期，我和一个女生被部门经理派出去跑店面出外勤，每天回到工厂的时候最少也是晚上的7、8点了。公司有考勤的制度，所以我们每天下班回来都要去工厂办公楼那边打卡做登记。那60、70米的直路是去办公楼的必经之路，虽然很黑，但是也没有办法。
当我和另一个同事走在那条直路上的时候，我看到工厂的保安牵着一个穿着白裙的小女孩在巡逻，她刚好走过办公楼大门旁边的路灯，才被我看到的。可当我走得更近的时候，我却发现办公楼门口只有保安一个人，他也没有牵着什么小孩。我本来还想跟保安打声招呼的，但他完全没有理会我和我同事的意思，甚至没有看我们一眼，就进去了办公楼隔壁的废弃厂房里。这时候我才发现废弃厂房里面还亮着灯，我觉得很是奇怪，废弃厂房为什么在晚上还开灯呢？又没有工人在上班。但我没有深究。在打完卡之后，我与刚才那位我同行的同事说起了那个小女孩，但她却很害怕地问我，哪有什么小孩？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怪事了。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灵异事件。我今年大一，女生，学前教育专业。今年6月初的一个周三，轮到我和社长去琴房练钢琴。结果到了，发现文体部部长在里头，他看见来人了，他就走掉了。晚上回到宿舍，班长给我打电话说部长跟老师借的钥匙被我俩锁在屋里头了。我赶紧的跑去给他送。我们学校在山上，送完给我累得够呛。等我到宿舍已经9点多了都，但是回去不久后我就开始干呕乏力，整个人浑浑噩噩的，胸闷，心绞痛，然后开始大喘气，眼睛也睁不开，但是意识还是清醒的。其他室友听到之后都围在我的身边，大概20分钟左右吧，我一点点的缓了过来。可没想到后来愈发的严重。9号那天上午只有1节大课，老师刚毕业，年轻又漂亮。上了不一会儿，我感觉心脏不太舒服，心绞痛让我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倒在地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老师给了我假条让我去医院。当时是社长和我去的，医生说没啥问题，我们就又放心的回去了。后来又发病过一次，我妈在微信上咨询了一个挺熟的会看的人，那人说是我爸挂念我回来看看，送一送就可以了。可后来又经历了多次的发病，抽搐的时间也越来越久，说是呼吸性的碱中毒。当时我同学都吓懵了。后来虽然好了，但是那个会看的人说，送钥匙的晚上，狐仙下山把我冲了。鬼叔，这是发生在我上大学时候的事情。学校在厦门，宿舍是新盖起来的高层，16人的宿舍。一边呢是上下铺的4张床，一边是桌子，桌子上有2张床，我刚好睡桌子上靠近阳台的那张床。我的斜下方，也就是桌子对面，是睡着我的室友吴同学。具体是几月份我忘记了。有一天晚上睡下之后啊，本来脸是面向墙的，半夜翻身，迷迷糊糊的感觉我床下有个人影站着，而且是长发，但是只是一瞬间就失去意识，又昏睡了过去。勉勉强强的记得他是站在我脚边的床下。然后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吴同学说昨晚被鬼压床了。他说他半睁开眼睛，就感觉有个长发的女人就站在他的床边。听到这儿，我说我昨晚看到的，然后我们对了一下细节，刚好就是我昨晚说的那个位置。本来我们一直搞不明白，后来过了几个月，因为我们宿舍楼就在马路的旁边，要扩路就往我们宿舍的这一侧挖，没多久就挖到了一座坟，就停工了。而后呢，那个坟就立了一个碑，时至今日，那条路也没有再扩，坟也还在那里。这是一条2018年1月20号给鬼叔的私信，已经过去3年多了，感谢大家的陪伴。18年的时候，我做这个梦第2天记录下来的，到现在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梦中发生的所有事情。而当时的我背上被梦里的医生按的地方，现实之中疼了很久，去医院看没什么问题，大概疼了快1个月才渐渐没事的。18年的时候，我现实之中是刚刚毕业，有过一些工作，我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所以对梦中最后出现的商场会有这样的形容。但是我从未见过那间商场，而梦中是大概高中的年纪，里面也穿着校服，一套我从未穿过的校服。
也没有见过那些同学、老师和医生，但到现在我依然记得住他们的样子和神情。我怀疑是做梦梦到了一个平行世界，透过平行世界的自己发现那个世界，只是我最后回来了。那时候我是小学6年级吧。有一天晚上做梦，梦里我和爷爷走在一条土路上，我和爷爷并排走，路面呢像是刚下完雨，湿漉漉的，就这么往前走。然后走着走着，在我右边出现了一个花圈店，我就走进去看，里面很小，左前方呢供着一个佛像，左边还有一个小门，但是只有门框没有门，有一些花圈或者纸元宝之类的东西堆在门口。我呢就进去看了一看，里面是什么样子记不太清了，但是看了一会儿，突然一个黑影从门的右边冲了过来，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接着梦就醒了。当时没怎么在意，这或许只是个梦罢了吧。但是没过几天，我又做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梦，不过梦里的人不是爷爷，而是我爸，过程还是一模一样。走进花圈店，看见黑影，最后向左转头看向我爸的一瞬间，梦醒了。这时候觉得可能是巧合吧，但是又没过几天又做了这个梦，但是前面的内容变了。我梦见我在我们的小学，天昏沉沉的，下着小雨，大家都在忙着些什么，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一样。只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又把先前的事经历了一遍，同样也是最后我向左看向同学，接着梦醒了。再次提起这件事是去年了，我已经高中了，当时放假在家看鬼叔的视频，晚上吃饭的时候又聊到这事儿。我爸很严肃的让我把花圈店里面的样子再仔细的描述一遍。说完，我问我爸怎么了，他说我爷爷在我爸上初中那会儿，因为身体的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托人帮忙找了一个看花圈店的工作。而那个花圈店和我梦里的那个花圈店的位置、布局各方面的都一模一样。好了，听完这些离奇怪异的恐怖经历，如果你身边也发生过这些灵异事件，或者长辈和朋友讲给你的无法解释的故事，可以私信鬼叔，被选中的故事将会陆续的出现在接下来的怪谈协会系列。喜欢这视频的小伙伴欢迎关注鬼叔，一键3连就是对鬼叔最大的支持。本期结束，下期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鬼叔。上次盘点了豆瓣灵异帖之后啊，很多小伙伴们私信鬼叔说让我讲讲豆瓣关于宿舍诡异事件的这个帖子。这起事件呢发生较近，楼主发帖的时间呢也是在今年的7月31日。帖子的原楼主也和鬼叔取得了联系，他表示发这个帖子呢，除了分享自己的经历，也想告诉大家不要随意的相信神婆，不然破财还有灾。楼主呢是一名大专生，今年大2，从7月开始顶岗实习，需要收拾行李，把东西寄回家。学校宿舍的东西呢要全部清空的，但楼主要参加专接本，整个7月份就要一直的留在学校宿舍。大家的学校宿舍都是几人间呢？楼主学校的宿舍是8人一间，没有阳台，也没有独立卫生间，地面呢也是水泥地。楼主学校参加专接本的人也很少，班里一共只有3个人，整个宿舍楼的那一层也只有他们3个。一开始啊，3人都在宿舍里，也没什么感觉。后来大家陆陆续续的搬东西回家，直到宿舍里只剩下楼主自己的时候，才慢慢感觉出不对。楼主说啊，自己从小就有一定的灵异体质，小时候就经常能看到脏东西，然后发烧。这一次虽然感觉不对劲，但也没有很害怕。晚上下了自习课，楼主回到了宿舍开始洗漱，才发生了真正让他害怕的事。楼主拿着牙杯去楼道里的水房刷牙，碰到了他的同学，并且还和他打了招呼。然而诡异的是，这位同学在楼主身边用很僵硬的动作，非常机械的在同一个方向一直刷牙，声音还很大。楼主瞥了他一眼就继续洗漱了。可就在楼主低下头洗脸的时候，有人突然从楼主后背拍了他一下，灯一下灭了，然后楼主咳了一声，灯亮，回头一看是刚才的那个同学，他拿着牙刷牙杯在挤牙膏，准备刷牙。楼主有点疑惑，就问他，你不是刚刷完牙就在我旁边，我还和你打招呼了，
可这个同学说他刚才一直在宿舍里玩手机，才刚过来，说楼主肯定是看错了。但楼主确信没有看错，整层楼里可是只有他们3个人啊。楼主感觉后背都是汗，此时全身都被恐惧包围着。此时的每1秒钟，就有1秒钟过去了。楼主跑回宿舍，关紧门，从枕头下面拿出了朱砂。这朱砂是先前家人寄来给楼主，要安神保平安的。他赶紧的戴到了脖子上。楼主一紧张又想上厕所，一打开宿舍门，就看到他还在那儿刷牙，1下2下3下，嘴巴周围都是泡沫，然后不太流畅的转动着脖子看了过来。学校的厕所没有门，是那种老式的蹲坑，每个坑有一个水泥板作为隔挡，2排一共8个坑，都是对着的。楼主呢随便上了一个坑，脱了裤子蹲下，一抬头，楼主对着的那个坑里，他蹲着，手里还拿着牙刷，裤子也没脱，一下又一下的刷着牙。楼主吓得一手抓裤子就往宿舍里跑，把宿舍的门紧紧的关上，钻进被窝里，汗就顺着额头流到脖子里。这么一摸，脖子上的朱砂不见了。炎炎夏日，宿舍里没有空调，只有一个风扇在嗡嗡的响。可楼主呢，却是从心底里散发出来的寒冷，手脚冰冷，在被子里一动不敢动，就这样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刷牙风波之后，楼主呢晚自习结束，像往常一样走回宿舍，听到后面那2个同学在叫他。而刷牙事件的同学告诉楼主说，你是不是失恋了呀？昨天2点我上厕所，看见你蹲在厕所窗户下面哭，我拍了拍你，你也不理我，我以为你想自己冷静冷静，就没多想回去了。就这一句话，楼主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或许是自己出了问题。当晚，楼主呢在学校旁边开了一间房，想着不能在宿舍里待着了，这下在外面应该就没事了，准备洗个澡，然后和家里的人说说这件事儿。可洗澡的时候呢，眼皮很沉，感觉很累，热气就在浴室的玻璃上。楼主挤了点洗发水准备洗头，却发现头发就顺着大把大把的往下掉。楼主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开始怀疑自己。楼主在床上给爸妈打了10几个电话，但都是无人接听。楼主这时候看到手机的电量不多了，就打电话给前台问有没有充电器。前台说楼下呢有共享充电宝，但几近凌晨，楼主有点不敢下楼，灯也一直是亮着的。半小时后，房间里的座机响了，一个男生的声音说，您好，我有一个私人充电宝，可以借给您用，稍等，我给您送过来。很快有人来敲门了，楼主以为那是电话里的服务人员来送充电宝了，正准备开门，敲门的声音却越来越大，越来越急促。楼主吓得不敢出声，满脑子不再是什么灵异事件，而是那些杀人灭口的恐怖事件。之后，楼主联系到了家人，请假回宿舍收拾东西。这个时候，什么学习不学习的，还是狗命要紧。可接着，楼主的爸爸打来了电话，告诉楼主找人看了，说跟上楼主了，也不能回家，这事儿得楼主自己解决。然后呢，给楼主转了5000块钱。楼主这下懵了，他联系了家在山西的男友，当天就买了去山西的火车票。此时楼主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男主在接到楼主的时候还表示他这副样子像鬼一样。男友呢也是准备充分，枕头下面备了一把小的桃木剑，还给楼主拿了一本很旧的毛主席语录。此后，楼主遭遇了鬼压床，四肢沉得很，根本抬不起来，身体也动不了，就像是被控制了。楼主睁开眼，发现面前是穿着高中校服的自己，想大声叫出来，但却发不出声音，只能干张嘴，出不来一点的声音。这时候楼主的男朋友进屋，看到楼主瞪着眼张着嘴在床上一动不动，就知道事情不太好。他从枕头下面拿出了桃木剑，而楼主也像是从阴间回到了阳间，重新活了过来一样。几次三番，楼主的精神状态更加不好了。后来楼主呢接到了妈妈的电话，说可能和高中有一次楼主发烧说胡话有关。那时候呢，楼主的爸妈一看输液没有什么效果，决定找香门试试。这个师傅呢扎个小人，这个小人穿上了楼主的衣服，带上楼主的生辰八字，火化入棺，说是替代了楼主。后来楼主就好了。结果现在得知，高中给楼主扎纸人的神婆拿楼主的八字给配了阴婚，也就是冥婚。楼主遇到的这些诡异事件，8成是和这个阴婚男主认识的女子有关。
之前不让楼主回家呢，也是因为这个跟着楼主的女孩子。而现在要想解除冥婚，就得找到神婆。结果楼主联系到神婆之后啊，神婆还说男方不同意，就解除不了。楼主的家里人也去过男方家里一次，苦口婆心的说没成。后来楼主自己呢也去了一次，男方家里人一开始啊跪下来哭着求着楼主，后面就演变成了咒骂，让楼主赶紧被带到地下陪他儿子。再后来楼主表示啊，去挖坟的时候，楼主的家人和冥婚的家人这两家人打了起来，后来经过当地有关部门的调解，算是和平解决了。但楼主呢也是告诫大家，生辰八字和衣物不要胡乱的给别人。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楼主的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吗？讲求风水，但不能迷信风水。生病了就要去医院看医生，不能轻信神婆。楼主后来好了，也可能是自身的治愈，或者是之前的药效起作用了。中国古语有一命二运三风水，看风水算八字也逐渐成为了某些生活场景下的特殊仪式，比如项目开工竣工，选黄道吉日，也有的呢在家里供奉金佛，香火不断。选日子本身是为了图个吉利，但是有贪慕权力、贪污腐败的人重金求神，也有遭遇困境陷入泥潭的普通人拜佛。有人新房呢要做入伙仪式，也有人住了几年压根没这讲究，照样勤劳致富。中国纪监监察报透露过一些案件，官员为了躲避纪法的严惩，迷信神婆，祈求逢凶化吉。有的呢给祖上迁坟，甚至不惜花费上千万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祈祷升官。有的呢从收受第一笔贿赂之后啊，逢庙必拜，一听到警笛声又妄想菩萨保佑。风水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用古人的思想来说啊，就是逢凶化吉，讲究的是宇宙、自然和命主的关系。风水作为古人的智慧，存在千年，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学性。风水更像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使用它的人。本期结束，我是鬼叔，想马上看的观众别忘了长按点赞按钮，3连进行催更，下期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鬼叔，今天讲述的怪谈都是大家投稿的发生在身边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一个人看。敲门。鬼叔，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是我唯一亲身经历的诡异事件。那是我8岁时候的事儿吧。那天有下一股子小雨，天色已暗，我晚上有听鬼叔怪谈的习惯，那晚也是吓得不敢睡觉，一直到了晚上12点。这时我就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因为是老房子，隔音不太好，就听到大铁门外头传出了咚咚咚的声音。我心里也纳闷，这么晚了究竟是谁呢？开始只是1楼，然后声音慢慢的开始接近，应该是到2楼了，再后来就到了我们3楼。我们对门家的主人养了猫，是日方养的，就听到那只猫喵的一声尖叫，刺破了人的耳膜，然后就听到那只猫砰砰的摔在地上。突然对面又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然后慢慢到隔壁，最后再到了我们家门口。当时我大气不敢出，等敲门声上了楼，我出去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隔壁的小猫咪死在了主人家门口，没有明显的伤痕，只是嘴里吐着血，好像没有完全死透，还在乱蹬着腿。第二天早上我就听说楼下2楼的老太太死了。她生前一直对我很好，所以说每天也会和她打招呼。她每年过年都会给整栋楼包饺子，免费给人家送过去，也是像这样每家每户的。梦境。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小时候身体一直不太好，家里有个大碗，打我有记性，就一直用它喝中药。除了总生病发烧，我最怕的
就是睡觉了。噩梦缠身是从小到大，别的灵异事件也没遇到什么。父母生我年龄比较大，我们家都是无神论者。直到我做了一个那么多噩梦里最真实的一个噩梦。噩梦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做的。上一天兼职，本身很累了，洗澡完毕，躺下很快就睡着了。朦朦胧胧跟几个宿舍的女孩一起去吃饭，吃完饭，梦里已经很晚了，路灯大亮，天很黑，突然下起了雪，在梦里就觉得很冷。打完招呼准备回家时，发现离车站还有一段路，一直走，越走越远，甚至走上了高架桥。路上的雪下得越来越白，我看两边看得很清楚，路灯昏黄很亮。我走下了高架桥，发现雪白的路上有血迹，我加快了脚步。此时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越走越快，只想赶紧到车站坐车回家。好不容易走到了车站，等车，一个人都没有。在梦里觉得自己背后冷飕飕的，回头一看，平时等车的车站居然变成了一个黑色的深坑。有多深呢？我一眼没看到头，各种的人体内脏，还有连接神经的眼球、肠子、尸体。我吓坏了，我想怎么办？我不能叫。为什么公交站一个人也没有？为什么还不来车？因为已经等很久了呀。公交车终于来了，我立马上车。一上车我就傻了，整个车里灰蒙蒙的。我翻找零钱投币时，发现投币1块的那个位置有几张冥币卡在那儿。我抬头目测，一车坐得很满，但绝对都不是活人。我哆哆嗦嗦地问司机怎么办。司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在北辰区陈昌路上。司机说路过那附近，后边没人上车了，你就站在这儿，别坐里头，我捎你一段。我就一直在一上车的位置傻站着，看着里边那一群。到了商学院附近，司机说我只能带你到这儿了，再不下车你就下不去喽。说着开了前边的车门。我道谢后就下车了，下车就一直哭，一边哭一边往前走。从天黑走到了天蒙蒙亮，两边的商店关着门。我终于走到家，我家在6楼，我爬到了自己家。打开门的一瞬间，我醒了，一身汗，浑身湿透了。我后来查阅了很多资料，也听闻了很多的传说。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感谢这个司机呢？清明。鬼叔，我也来投稿个我以前经历过的真实事件，因为震撼到了，所以到今天我都记得特别清楚。那大概是我5、6年级的时候，清明节假期的晚上，我也不太记得我爸去哪儿干什么去了。当时家里只有我和我妈2个人。我家里在农村，是有大院子的那种平房。我和我妈一起在房间里等我爸回来。等到快12点，我妈和我说不等了，我们先睡吧，就关小了台灯。我走向房门，打算回我房间睡觉。还没走到门前，忽然有一大片青色的光透过窗帘照了过来，就像是从院子透进来的。接着那光越来越亮，我家院里的灯是白炽灯，怎么也不应该发出那种亮光。奇怪的是，我当时并不怕，还有种感觉，好奇外面到底是什么，想出去看，特别想出去看，拉着门把手就要开门。我妈在我背后特别凶地吼了我一声，我就回过神了，站在原地，再也没敢动。接着外面就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就和农村里那种办丧事差不多，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热闹，敲门声也出现了。我傻乎乎地愣在门后听着，起初好像是在用指节轻轻地敲，慢慢变成了拍门，然后是在用不知道什么东西砸。
最后像是好几个人横抱着一棵特别粗壮的树干，撞钟一样的在撞门，撞击声特别大。也可能是心理原因，我甚至感觉到了震动。那会儿我家的门是农村那种用了好久，连关好门都得用点小技巧，正常成年人从室外稍用点力一推就能开。锁因为门太老了的原因根本锁不上，这样持续了好一会儿，撞门声才逐渐减弱，敲锣打鼓的声音也越来越远，直到什么都听不见。如果忽略那个撞门，就像是敲锣打鼓的队伍在半夜点着青色的灯路过我家院子里一样。当晚我还是没敢出去，就在我爸妈房间里躲了一夜。还有，我家门没有什么东西顶着，只有门后有一排挂钩，挂钩上挂着一张区别针别着的黄符，门左边的墙角还立着一把桃木剑。宿舍。这个故事是关于同学的朋友的，发生的地点在我们县城中学男生宿舍。夏天的早晨，大概5点左右吧，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男生宿舍一般都不关门。405门口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位老太太，黑色的衣服，杵着拐杖在门口喊，应该是他孙子张二狗的名字。睡在靠近门的男生模模糊糊回了句：阿婆，你是不是找错了？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老太太答：这样啊，那我先回去了。说话的那个男生一下子清醒过来，这是大清早啊，楼下宿舍大门还没开，这是4楼，他是怎么上来的？于是他起身跑到走廊外一看，长长的通道上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按照道理讲，一个拄拐杖的老奶奶不应该走得那么快。后来这个男生去问宿舍的人，大家都沉默了，他们其实都听到了。坟地。这是我爸爸的故事。1992年底，我爸从农村来到了我们小县城，也只是打零工，白天去找事做，还是不能补贴家用。跟我妈结婚了之后，去找人事局，找了个守果林的事做，也算是有了个住的地方。这工作其实什么都不用做，晚上守着果林就行。第二天5、6点钟会有人开小货车来拉果子，去开门就行了。小货车就是车背后有个斗的那种，敞着的。果林就在烈士陵园后面，我爸的小房子就在烈士陵园前面。我爸说，那时候我妈怀着我，那天晚上月亮还挺亮的，我用手电筒就可以看得清楚路。我爸肚子不舒服，闹肚子，就起来上厕所。去了厕所，从里面出来，就看着对面的马路，隐隐约约看到有一架小货车从山下慢慢地开上来了。大概那个时候也就凌晨2、3点钟吧，也没有钟表可以看时间。我爸还在心里想，怎么这么早就来收果子了？等车慢慢进来之后，我爸觉得奇怪，这车开得很慢，但是总有些感觉不对劲儿，但又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车后面的斗里站着个女人，有点远，但看不清。但这个女人穿着白色的新娘装，有点像婚纱，直直地站着车斗里，双手扶着栏杆，像是朝我爸这边看。当时他也没多想，只以为有人来收果子，车里坐不下了，在后面站着。我爸也就回去了，心想开不了门也会过来叫他的，只是回去过了差不多半小时还不见人来，他就起来拿了个凳子跑到路口那儿坐着等，估计也等了20分钟，他有点困了。开始觉得奇怪，前面就马路不过几百米，再慢回来叫人开果林的门也该到了吧。想到这儿，突然一阵风吹来，他听到了哗啦哗啦的响，他朝着响声看去，是一座新坟。我们这边那个时候是土葬，出殡的时候抬着棺材要去扎纸的店里做一只仙鹤，仙鹤的肚子
可以把棺材完全盖住，就有驾鹤西去的意思。埋了棺材之后，仙鹤就放在坟包上，哗啦哗啦的声音，就是风吹到了纸仙鹤发出来的。他突然意识到，刚才怎么觉得那车怪怪的，原来是没有声音。是啊，在这山里，大冬天的晚上基本连鸟叫都听不到。那车开上来，虽然说有点远吧，但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突然一身冷汗，赶紧跑回屋里。我妈被他吵醒了，看他一脸的铁青，一脸冷汗，问他怎么回事儿。他爸我妈害怕，没说。第二天就开始发了高烧。以上就是粉丝投稿给鬼叔的离奇怪异的恐怖经历。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欢迎评论区留言参与互动。本期结束，喜欢这个视频的小伙伴不妨点赞、评论和转发。我是鬼叔，下期不见不散。